这是太阳系名副其实的行星之王木星。科学家们相信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太阳系的起源。这颗曾被古代文明视为流浪恒星的天体，直到1610年才被伽利略首次通过小型望远镜详细观测到，并发现了这颗气态巨行星最大的几颗卫星。到了现代，为了延续伽利略的探索精神，已有9艘无人航天器拜访过这颗气态行星，其中2艘成功进入环绕轨道，使我们得以前所未有地研究其复杂而壮丽的大气层。得益于这些雄心勃勃的任务，科学家们在理解这个庞然大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。然而，木星仍隐藏着许多谜团，例如，在它那色彩斑斓、漩涡涌动的华丽云毯之下，究竟隐藏着什么？它的核心又是什么？由于木星如此巨大，科学家们知道它在太阳系的演化史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因此，为了充分理解我们自己的地球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位行星之王是如何形成的。为此，美国宇航局发射了朱诺号探测器，它于2016年7月成功进入环绕木星的轨道，成为首个研究这颗气态巨行星神秘内部的探测器。整个木星真的大到超乎想象。打个比方，如果地球像一颗葡萄那么大，那么木星就大约有一个篮球那么大。在木星内部，大气层越往深处延伸，就被挤压得越紧密。随着向核心靠近，压力和温度会不断攀升，从而造就了一个真正奇异的环境。木星的内部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，不过各层之间的过渡极其缓慢，层与层之间的距离也极其遥远。木星外层是木星极具辨识度的条纹和漩涡，由氨和水构成的云层，它们漂浮在由氢和氦组成的半透明大气中。这些浓密的云层遮蔽了木星的内部，隐藏了其真实结构。但朱诺号配备了强大的科学仪器载荷，能够测量和探测这颗行星，帮助科学家了解其内部正在发生什么。在厚达数百英里的混乱云层大气之下，压力和温度持续不断的累积，再累积，直到占据大气主要成分的氢气，在巨大的压力和极高的温度下被缓慢压缩成液体，形成了太阳系中最大的海洋。但要记住，这并非流动的水构成的海洋，而是液态氢的海洋。在地球上，元素通常以固态、液态或气态3种状态之一存在。元素的具体形态取决于外部因素，如压力和温度。在地球上，氢气可以通过人工压缩和冷却变成液态，但在木星内部，这个过程是在巨大压力和极端温度下自然发生的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像是在不断下沉越来越浓重的雾气中，越往下沉，雾气就变得越湿，直到你最终发现自己浸没在液体中游泳。然而，木星这个巨大的海洋越往深处越诡异，在大概深入行星1半深度的位置，液态氢开始表现得更像液态金属。这种奇特的现象是由不断增长的压力造成的。在此深度，压力可能是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的数百万倍。如此巨大的压力将液态氢原子紧紧挤压在一起，以至于其电子挣脱了束缚。这些自由电子可以在液体中流动，从而产生电流。再加上木星的高速自转，这就解释了为何木星拥有如此强大的磁场。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，温度也急剧飙升，达到灼热的10000摄氏度。这种被称为液态金属氢的奇异海洋，很可能占据了木星内部的大部分空间，并紧密包裹着其神秘的核心。这个核心所处的压力环境，据估计约为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的1亿倍。经过多年对木星的测量和探测，朱诺号发现了关于这颗气态巨行星核心的一些令人惊讶的情况。木星的核心是模糊的，在朱诺号将突破性的数据传回地球之前，科学家们认为木星中心会是一个致密紧凑、约地球大小的天体，由硅酸盐、岩石和铁等重元素构成。气态巨行星被认为最初是岩石或冰质天体，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积累起厚厚的大气层，木星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。但朱诺号发现，木星的核心是被稀释或扩散的，没有清晰的边界，并且与其周围的液态金属氢混合在一起。这种模糊的核心暗示着，在木星历史的早期，它曾与另一颗行星发生过一次猛烈的正面撞击。科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，一颗核心富含重元素，大小约是地球10倍的岩石行星与木星相撞，可能产生了足以在数十亿年间搅散并稀释木星核心的能量。然而，科学家们目前对土星、天王星或海王星的内部结构了解还不够，因此尚无法断言木星的核心是否异常，也无法确定这个巨大撞击理论是否正确。在木星壮观的云层之下，显然存在着一个超乎想象的奇异环境。一个灼热、狂暴、压碎一切的环境，它牢牢地守护着一个至今仍困扰着科学家的秘密。目前看来，木星那奇特的核心仍将是一个谜团，但也是一个正在慢慢被解开的谜。